大家好，我是毛毛，今天做超级好吃的紫米纸皮烧麦，调整到完美的比例，容易出错的地方都替你们试过了。拜汤面的烧麦皮薄薄的，带着韧性，透过烧麦皮可以看到里面的紫米馅料糯叽叽，一起做起来吧。首先来泡米，紫糯米或者黑糯米和普通糯米两种糯米混合做出来的糯米馅料口感最好。当然你也可以全部用紫糯米或者黑糯米，白糯米粘性更好。不确定煮糯米饭需要加多少水量的同学，我已经替你们实践过了。淘洗糯米之前记得清淋。淘完的米已经吸了120克左右的水分，继续加水到680克，也就是说500克的干糯米配680克的水，然后浸泡至少2小时，开始用电饭煲煮饭。我喜欢吃煮的馅料，蒸的糯米饭没有这么糯。煮饭的同时，我们来做外面的烧麦皮。拜汤面的做法，老师傅常说热水烫面，冷水拨筋，烧麦皮这样做出来才有拉力，蒸出来不硬，透明度也好，口感也更好，真的特别好吃。粉类盐、油混合后放在秤上清淋，然后开始烧水，沸腾的水直接浇在面粉上，65克的开水，加完之后筷子快速搅拌，将部分面粉烫熟，然后加入室温水，筷子搅拌成面絮状。然后用筷子揪一点面团，将盆壁刮干净。最后呢，全部成面絮状之后，没有干粉之后再用手揉，只需要将面团揉成团即可，很快的就1-2分钟的事情。这时候的面团很硬很粗糙，不要继续去揉，可以放在袋子里面，让它先醒面20分钟。揉面平时做包子做饺子我都喜欢3醒3揉，这样真的不花力气，整个揉面时间到最后都不会超过5分钟。就这样将粗糙的面团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密封好，醒面20分钟。这时候你可以利用这个醒面的时间去洗洗东西啊，或者休息一会儿。时间到后把面团拿出来，这时候你会发现面团软了很多，向中心揉面团，只要揉个1-2分钟，这样揉1-2圈，你就发现面团就很光滑了。不用继续揉，收圆之后继续放在袋子里面，第二次醒面20分钟。其实2次下来面团就直接可以用了，所以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3醒3揉，没有的话就2次就可以了，直接可以拿来用了。等待醒面的时候，我的紫米饭也已经煮好了，满屋飘香。提前准备好加入的黄糖和炼乳，趁热搅拌，增加一点甜味。这个黄糖和炼乳的用量做出来的馅料是正常甜度的，就是偏淡一点。如果你想要更甜或者少甜的话，可以酌量的增减。一定要趁热搅拌，凉了之后就不好溶解了。放凉之后呢，我们开始分馅料，手套要戴上，记得准备1碗水，米饭摘的话摘一下水就不摘了。每个馅料60克，用手团团紧，这一步很重要，要不紧实的话蒸出来的烧麦会塌陷。面团醒好后，我们把它拿出来搓长，所以说整个过程揉面加起来也就5分钟吧。最后搓长之前呢，我喜欢把它收成一个圆形，这样方便一会儿搓长的那个剂子就比较光滑。上面撒上一些玉米淀粉作为手粉，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双手平均用力将面团搓长。如果发现这时候的面团比较难搓长的话，可以盖上保鲜膜让它醒制一会儿，然后再继续搓，边搓边捏，
这样把它戳到大概40公分长左右。开始分小剂子，每个小剂子大概15到18克左右都是可以的。分好的小剂子将它艾扁，记得随时盖好塑料袋或者保鲜膜，防止分开。然后将每个小剂子改成皮，就像改饺子皮一样，从周围向中间改。其实这个训练几次就改出来了，就是改一下拽一下，改一下拽一下。都改好的饺子皮呢，都放起来，用塑料袋继续盖好。然后呢，我们取3张面皮，分别沾上一点玉米淀粉防摘，然后把它叠起来，3张一起改，正面改改，再反面改改。这个面团的延展性超级好，改起来特别容易，记得千万不要太多，我已经试过了。如果把4张皮一起改的话，最后就很难撕开，所以3张面皮就可以，改到比手掌大1圈就可以了。当然你改的越薄，也就可能会越容易破，你改的越厚呢，它的透明度没那么好，所以大概就比手掌大1圈就可以了，不要太薄，稍微有一点的厚度，这样吃出来就比较有韧性。然后呢，就这样一张一张的把它撕开，看看这烧麦皮真的是特别的薄，特别的透明，但是韧性一点也不差的。这个烧麦皮也可以包咸口味的糯米猪肉虾仁烧麦，都是妥妥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一下这个纸皮的改制手法。这里顺便提一下，在北美的朋友们最好不要用饺子皮做，在国内是可以的，因为国内的饺子皮可能是现做的，都比较软，但这里的饺子皮很多都是速冻过的，所以我替大家都试过了，这里的饺子皮非常难改薄，真的不如自己做一下这个烧麦皮，健康好吃又有韧性。今天分享一种超级快手的纸皮烧麦包法。中心放上馅料，然后倒过来，左手用虎口顺着馅料抹下去，空气就会自然被排出去，纸皮和馅料就会完美的贴合。然后正过来，用右手的虎口捏紧上端，拽一下，揪掉上面多出来的面团即可，也可以不揪，蒸出来上面的面团也会很好吃，就看自己喜好。我们换一个角度再来看一次，这种包法呢，不用去走褶子，然后自然形成的花纹也特别的好看。关键包的速度特别快，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很快就可以包好。这个配方做出来正好可以蒸2大蒸笼，蒸笼里面呢，先放上这个防摘的蒸笼屉纸，热水冷水上锅都可以，因为里面的馅是熟的，外面的烧麦皮那么薄，上气后蒸10到13分钟即可。看看这诱人的紫米纸皮烧麦，外面的烧麦皮特别的有韧性，透着这层皮可以看到里面香香糯糯的紫米馅料。早餐的时候来一个真的特别的满足感，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咬一口了，真的特别的好吃。喜欢吃糯米，有糯米控的朋友们真的千万不要错过，紫米本身营养也很丰富。当然了，好吃的东西不能独享，我打包了几盒，一会儿跟朋友一起分享。一次性吃不完可以速冻，吃的时候上锅蒸8分钟就可以了，绝对比外面速冻的好吃哦。期待你的作品，我要再去学2个烧麦啦，我们下次美食视频再见。